现在全国有8.2亿人负债了，你没听错啊，就是8.2亿。其中4亿人呢面临着还不上贷款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就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的人群当中，除了老人和小孩，基本上都负债了。而且呢，每2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面临着还不上。看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很不可思议？几乎全民都在负债啊！不知道你有没有哈？负债人数又破纪录了。现在呢，目前中国负债群体从8亿多，现在已经到了9亿了，负债总金额呢200多亿。法拍房呢，2025年预计将增加500万套，房价呢现在是夭折了，就业情况呢堪忧，创业环境呢更不用说了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很现实的问题，如果说在你们身边现在能不能找到一个没有房贷、没有车贷、没有网贷，连信用卡都没有的朋友，然后呢这人口袋里还有点存款，除了老人和小孩以外，如今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的呢？现在公司倒闭，生意破产，现在我连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。我是一名70后，今年53岁了，目前还负债了1600万。以前风光牛逼的时候，我在广州，同时拥有了7家连锁饭店。我从没有想过我会有今天。中国经济正面临死局，过去几十年来的积累，攒下一点家底，都化为了泡影。目前整个社会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就是，大批民众在失去工作和饭碗的同时，还背上了巨额的债务，让很多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。本期节目，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中国全民负债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。我可能是90后里面那最落魄的那个人。我是阿超，34岁，负债366万。18岁开始创业，21岁赚到第一桶金，24岁开奥迪A6，27岁宝马7系。巅峰时期3家公司，200多号员工，2家餐饮店天天爆满。人狂必有祸，盲目投资，亲信兄弟，结果300多万的债务砸下来，信用卡逾期，催收电话又打爆通讯录，连跟了我10年的女人都走了。你敢碰盘了？负债300-400万，中途遇到想跳楼自杀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过不下去了，那你来看看我的生活吧。2018年的时候，我跟我老公在成都做钢材生意，大环境好的时候，一个月也能做1000多万的流水，一个月到口袋的利润都还有100多万。因为口罩2-3年的时间，整个大环境就急剧下滑。那个时候很多的房地产厂商为了盖房子，然后需要很多的材料，但是又没那么多钱，我们就提前垫资，垫了好多个。但是房地产借完之后，好，大家都没钱，也没有人去买房子，在银行贷款的钱利息越来越高，随着1家、2家、3家、4家全部都还不上，欠了300-400万吧。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卖了，房子卖了，2年3年熬过去了，现在还是欠100多万。看到我手里这个饭了吗？还有这200块钱，这是我亲小姨给我的。来到河南，本来是想叫小姨一家吃饭的。负债之前，我们2家的关系挺亲的。小姨在这边开了几家家具厂，生意也挺好，一年也有个几百万的收入。当时他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我去银行贷款，借给了他们30多万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这次来也是想让他们帮我看看他们这边有没有适合我做的事情，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太傻了。89年36岁，负债570万，很吉利的数字。你知道一个负债人最难熬的是什么吗？就是有可能你刚刚才调整好的心态和状态，可能会因为你的债主突然可能又来给你打个电话，拼命的给你催债，你又会搞得自己好像不知所措吧。抓了，把所有欠钱的负债人全都抓进去好了，抓进去就不用每天被催收电话轰炸到崩溃，不用担心通讯录被爆得底朝天，更不用睁眼闭眼都为钱发愁。现在全国负债面临逾期的人超过4亿人，1000多万人被贴上失信标签，把我们全关进去，债务就能够凭空消失吗？看看现在的日子有多难，街边小店一家接着一家关门，曾经红火的企业说倒就倒，多少人一觉醒来就没了工作。可有些专家倒好，放着经济下滑、就业困难的大问题不管，天天琢磨着怎么给负债人加码。
据尼尔森公司的统计，中国年轻人负债率高达 86.6%， 这其中说的年轻人指的是16岁到59岁的人群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在这个群体当中，10个人中有8个人负债，而这其中呢，80后、90后占了大头，不仅负债率高，负债额度也是一骑绝尘。很多人都很疑惑，这全民负债到底是谁的责任呢？大家身上都背着一身的债务，工作就只剩下外卖和快递，挣的还没有花的多。失业人潮越来越多，一个个的不是摆烂就是躺平，感觉生活越来越像是一个巨大的骗局，却无法摆脱。我今天就脱光了给你们看，我是一个70后，74年出生的，今年也50岁了。在我风光的时候，我5家的店加起来也有上千万，我能1年买4套的房。可是天也不测风云，当疫情过后，我店里面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，已经还不起了房贷，有一套已经被法拍了。出了社会才知道，随手跟爸妈要的200块钱，是我送12小时的外卖才能赚到的，每天腰酸背痛的。现在我连视频也不刷了，好看的照片我也不拍了，信息我也不回了，朋友呢也越来越少了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书给读了，而不是10几岁我就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来到这社会，摸爬滚打，钓那么大的鱼，还知道生活背包年老着。出来干嘛嘛？就是这样，现在都跟烂白菜一样，满大街都没人要。出来打暑假工，我就这样大浪淘沙，哪里都是。9块钱1个小时，9块钱1个小时，你以为9块钱已经是暑假工的极限了吗？请看视频。现在行情今年都不好做，全部都是6块，你们爱做不做，全部都是6块。看到这些暑假工，就好像看到自家的孩子一样，有一股心酸的感觉涌上头。这不是2005年，而是2025年呀！今年的经济环境真的不好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，感觉新中国不是已经解放了吗？我碰到有一个公司17块钱1个小时，然后长白班，但是要求人家站着，要从早上8点上到晚上9点，有时候甚至到10点。那自己调侃自己是牛马也不带这样的呀，到10点呀，站着呀，才17块1个小时。今年这大环境还能养得起家吗？出来到现在都没有上到40天班，原本今天早上就要去上班，结果上了2个小时，又被叫下班回家。这样的日子，我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今天的午饭都没有米下锅了，好多同事也跑路了，可我又不知道输了这个场，还能出去干什么？怕大家笑话，我01年上班2年，每天打工打到下午，就是这么个半死不活的状态。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，从小到大接受到的教育都是要好好读书，要考大学，考上大学就会有光明的前程，体面的工作。我这样的普通家庭，家里虽然算不上是砸锅卖铁吧，但也是父母拼尽全力，终于是把我大学供出来了，穿上了所谓的长衫，完成了农民到读书人的这样一个跨越。完了大学毕业，父母和孩子都觉得苦日子熬出头了，可是这个社会却又笑话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孔乙己，又讽刺我们脱不下长衫，所以赚不到钱。我现在是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想要小孩，因为现在的大环境真的很不好，每个人找工作都是很难的，拿着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都很费劲。站在时代里，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，他们没有能力去托举一个新的生命。养孩子根本就不像以前的老一辈的人说的，就是家里多双筷子的事情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去陪伴一个小孩的成长，要花很多的钱和精力，以及养育的过程充满了很多的无奈。年轻人一向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，
然而这几年中国经济下行，工作机会越来越少，薪资倒退，就算是有了工作，也要面临各种恶性竞争。996的困境，这让年轻人越发迷茫焦虑。看看今年中国的就业形势，已经不是严峻了，是彻底疯掉了。今年的底层工作涌入了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年轻人，比如政法大学毕业的去了奶茶店上班，清华北大毕业的去送外卖，专业主持人、运动员也跑去干抖音团播了。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，投了几百份简历都没有人回，要不就是工资太低，很多人都养活不了自己了。有网友无奈地说，有的时候真的很烦也很累，不是脾气不好，而是太累了，压力太大了，生活中要承受的事情太多了，很多时候表面装作无所谓，其实心里头有太多的心酸与无奈。你知道就是中国来说最倒霉的现在是哪个群体吗？马云曾经说过，说房子以后跟大葱一样，你看那些表面上住着奢华的房子啊，开着50-60万车的人，我觉得现在都在煎熬着，因为他们都贷款买的呀。现在一旦危机来了，影响到他们收入的话，每个月几万块钱的房贷车贷就会变成一把小刀，一点一点的割他们肉。去年生意还好好的，今年忽然就没人了。我做了10几年的实体店，我第一次这么真实的感受到生意差到离谱。这几个月其实我想过很多次要放弃，想着把店关了算了，但是又不甘心啊，甘心我这10几年的努力付之东流，你们知道吧？当然了，除了不甘心还有迷茫，因为我发现我关了店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。我去跟那些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去抢工作吗？我想想我都觉得很讽刺，好吗？我感觉现在这个社会，像我这种特别普通的2本大学生已经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了。我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入职了就我们这个地方大型的一个国企。然后之前上学的时候，在电视剧里面看那些上班的人，他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公桌，但是我没想到我入职的这个部门，他竟然就连办公室都没有。广西人帮广西人啊，我是广西阿坤，暑假工都不要出来了，已经跌破个位数了，工价。大学生拿着父母一麻袋的血汗钱完成了学业，最后却连一个体面的工作都找不到，那让他们上大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是为了解决大学老师和学校周围商贩的就业问题吗？天塌了，兄弟们！哇，学院后面一条街，这些外卖店全部都倒闭了，转让了。我的妈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看这些，至少有20多家外卖店全部倒闭了，全部转让了。我天哪！这些全是外卖店都要转让。妈的，早上起来天塌了。刚办卡1个多月，他妈健身房跑路了，服了！晚上准备搬东西啊，兄弟们！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